一年一度的普利兹克奖颁奖典礼，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，或是建筑界的奥斯卡奖，是建筑人的至高无上荣耀。而今年刚出炉的结果爆冷门，被部分媒体说是颁给了建筑毫无记忆点、名气很普通的两人。但事实是这样吗？今天就来介绍202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，一起来了解他们是如何的实至名归。得奖者还是法国的安·拉卡顿与尚菲利·瓦萨尔的双人组合。1955年出生的拉卡顿与1954年出生的瓦萨尔，两人在1987年于巴黎成立拉卡顿和瓦萨尔的建筑师事务所。他们设计主要是社会住宅、文化学术机构、公共空间以及城市发展策略等多种计划。那么就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他们的经典作品——位于波尔多的社会住宅改建案。外观看起来是不是毫不起眼、毫无记忆点？我们再来看看它本来的样子。这栋建筑是由新建筑包围旧建筑的改建。这个社会住宅原本老旧狭小，居住起来相当拥挤。政府单位希望能淘汰重建成符合现代生活的社会住宅，但又苦无足够经费。于是拉卡顿和瓦萨尔采取外部增建的方式，增加楼面空间，包覆原建物外层的部分设置成高透光的温室，对于温度调节与节能有很大的作用。在建造过程中，居民不需安置搬迁，只需阻隔外墙空间。建筑工法采用预制模块层层堆叠组装，最后在房子的外墙上开口。整个过程就像精准的手术，没有多余的破坏与浪费，在经费节省上做到极致。完成后，宽敞的自由空间与明亮通透的采光，生活质量质感大幅提升，心情也能开朗起来。建筑这门技术是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的。再来看看位于敦刻尔克当代艺术博物馆。这个高大仓库原是二战造船设施，业主要求在此建造当代艺术博物馆。他俩选择不拆除原老旧库房，而是选择在旁边建造第二座同样外形的建筑物作为展览馆。旧建筑就当作仓储或是备用展场，保留历史，保留空间，并且利用新旧建物材质落差，产生冲突美感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省去拆除与重新建造的成本。2009年，位于南特的国家高等建筑学院，用原本1万平方米的预算，造出3万平方米的空间，用最少框架、最少立柱、简单的网格化配置，整体框架就像量贩卖场。建筑外观素材用了很多浪板，但浪板材料上选择透明或金属，让质感提升。用最少的预算，少量的内部装设，造出最大可用空间，创造出不受限制和适应性强的空间。好的建筑应该是开放的，为生活开放，为提升人们的自由度而开放，让任何人都能在其中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再回到1993年的早期作品，两人设计改造平民住宅，尝试使用温室技术，以透明浪板创造出一座温室，
让自然光可以照亮内部空间，以特殊结构还能因应气候调节通风与温度。这是他们后来为社会住宅改造灵感萌芽的起点。后续此手法运用在许多社会住宅的改造。2011年在社会住宅改造案将阳台延伸，同样以温室建筑概念扩大室内使用面积。改造完成后，空间大2倍，建筑外观也变得焕然一新，还多了舒适的温室空间。建筑理念特色：擅长以经济性高、低成本、可回收的原料来改造社会住宅大楼、美术馆，或是扩建空间来符合需求。从外观上来看，作品没有过分的张扬，但所设计的却能实在的解决居住、空间与气候等问题。总结他们的设计理念：由内而外，先观察思考处于建筑内部的使用者需求，再往外设计包覆外壳。有别于一般建物先设计华丽外观，才去思考内部空间的配置。永不拆毁，他们承接的案子大部分是基于旧有建筑，再照用途来重新改造，保持建物本身的稳固。拆除虽然是简便快速的，但却造成大量的材料与能源浪费，甚至是文化历史，这是一种暴力的行为。少就是多，设计没有太多华丽吸引眼球的东西，直接给你最务实好用、舒适协调的空间。建筑外观风格，我给它又透又白又银的独特温室风格，就如穿着薄纱的少女。每个时代建筑都会有其流行的风格，我们早已远离那经济喷发、前沿角目的90年代。很明确的，现在我们来到的时代是需要老旧更新、善用资源、友善环境的时代。诚实面对现况，才能有智慧地处理它。如果你对普利兹克奖稍有关注，就会发现，评审观点走向也是会随着时代需求不断的调整。以前偏爱先锋设计，就如菲利普·江森的后现代风格大厦，扎哈的上帝曲线，追捧高大上的孤高之作。但近些年，高超的建造技法与天马行空的概念已经不足打动评委。自然、自简、务实、舒适，这些才是建筑本味。普利兹克奖评审团认为，两人定义一种更新的建筑方法，重新定义建筑专业。在疫情之后，拉卡顿与瓦萨尔的得奖，能让更多人反思如何面对环境、城市、人类下一代，以永续经营的方式对待，为世人带来建筑本质的省思。这集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订阅追踪，为你带来更多精彩建筑故事。我们下回见 ，See you。